经过摸底啊，几家大商场都在销售日货，我们先从哪一家开始呢？当然先从东亚开始，它可是批发日货的源头。明天的目标就是东亚。对，明天就去东亚。秋月，你好。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哦，我来看你。哦，我给你买的茶鸡蛋。你买的？看你忙的，也顾不上好好吃饭，有空别忘了回家看看，你爸爸很担心你的。啊。我走了啊。哎，进来坐会儿吧。啊，不了。我走了。啊。就这么办。哟，子健，哎，聊什么呢？明天我们可是去东亚销毁日货，你想好了吗？不是早就商量好了吗？是商量好了。子健，东亚可是你父亲的公司啊。对呀。是啊。只要有日货，就应该烧。好，说得好。哎，你带的什么呀？哎呀，茶叶蛋。茶叶蛋，茶叶蛋，最爱吃茶叶蛋了。茶叶蛋最好吃了。这不是给你们买的，给我。行了，别急，手下留情，手下留情。哎，行了，给我，咱们大家分吧。给我，来，给你一个，快拿来。任经理啊，任经理啊，我跟你说，快点，哎，轻点啊，轻点，来，放一把把手，抬上去，还有呢，快点，来，轻点，走，沉呐，跟马整齐了啊！不守自治，抵制日货，停止内战，抵制对外。什么？是子健，还有子玉。是啊。董事长，您现在出去势必两败俱伤啊。可是，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把东亚的货都烧光吧？董事长，您放心，我早就安排好了，日货全都收起来了。我先把您从后门送出去。停止内战，抵制对外，抵制对外，收回日货，收回日货，收回日币。同胞们，日本人觊觎我中华久矣。918东三省沦陷后，又挑起128事变，现在又要搞什么华北自治，狼子野心昭然若揭。今天我们到这儿来，就是要表明我们中国人绝不屈服的决心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焚烧日货，就是要向日本人宣称我们中华民族抗日救国的决心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大家跟我走。收回日货，收回日币，收回日货，收回日币。你去那边，你上那边。子健没有找到日货，没有。子健，我也没有找到。你没找到？是啊。哥，我也没找到。一件都没找到。我也没找到，怎么办？是不是都被藏起来了？大家再到别处看看。好。那个一心的严老板昨天被逼得没办法，只好自己拿出一批日货支持我们焚烧日货。当时那个表情啊，
比烧他们家还难受呢。哎，子健，你准备怎么写这个严老板？爱国商人。爱国商人，子健，你开玩笑呢吧？他还爱国，他那明明是被我们逼的。可是称他爱国，就可以带动一大批中间派的商人不卖日货。好，主任，吴主任，啊，坐。说实话，你们焚烧日货，我并不是特别支持。但是特殊时期，它也是发动民众的办法。你们要记住，关键不是焚烧日货，而是唤起民众，尽量拉拢那些摇摆不定的中间派。吴主任，有您的支持，我们就轻松多了。对了，子健，你准备怎么写你父亲东亚大老板李兴达呢？对呀，谁都知道东亚是洋货的批发商，他那里怎么会一点日货都没有呢？恐怕是谁走漏了风声，把日货藏起来了吧？对，有这个可能。那就写亲日商人。子健、子玉，都给我下来！人都死到哪儿去了？兴达，你回来了？什么事发这么大的火啊？孩子们呢？子健说要赶稿子，子玉去学校排话剧了，都不回来吃晚饭了。他们去烧我的公司！什么？你说，我辛辛苦苦创下这么大的家业，我图的是什么呀？我还不是为了他们兄妹俩啊，能过上好日子？他们为什么要伤我的心呢？是该烧，就应该到时候过来，没错。哎，严老板，哎，严老板，这不是严老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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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被为什么要爱国商人？你怎么看这称号啊？请你谈一谈。是啊，严老板，我是一个民族工商业者，焚烧日货没有别的目的，只有2个字：哪2个字啊？爱国。爱国。哎，严老板，再说2句。严老板，您严老板，人家说我们卖的是日货呢。啊，先生，买支笔吗？啊，秋月，你听说了吧？咱们东亚李老板是亲日商人。胡说！你听谁说的？报纸上说的。看看写的什么？说东亚藏匿日货，他们怎么晓得的？都知道东亚是批发日货的啊，那么多人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，不是藏起来是什么吗？真没想到，我们躲过焚烧日货，却得罪了学生和记者。你的消息是从哪儿得来的？是秋月告诉我的。就是金笔柜台的那个秋月。是啊。我是一个商人，我不管政治。商人是以利益为最高原则，只要能赚钱，我管他卖什么东西。可是这下好，啊，我就是跳进黄河，我也洗不清了。卖日货不代表亲日，不卖日货也不代表反日。我看这些学生和青年啊，他们
算谁的？这功劳归我了。嗷！尝尝本姑娘的厉害！老妖妇，住手！妻子，你们到底哪个是清楚的？都结束了，你这嗜血的疯魔！现在看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你们坏了我的好事，坏了我的好事，坏了我的好事！为何要做出如此伤天害理的恶行？为什么？你到底是人是妖？为什么要吸食少女的鲜血？之夜，少女之血，老虎伏定床，急欲程差女。他这是怎么了？我全招！甜美人之事，凭你知情为报。这便是甜美人，吸血用的凶器，可是你从宫外带给她的。罪该万死！臣谢瑶环，幸不辱使命。宫苑系列谜案今已告破，详情容禀。真相竟然如此，如此真相，本宫倒是始料未及呀。这宫中疑案，竟是个前朝疯癫美人所为，可能吗？微臣愚钝，全凭圣才。明日早朝，本宫要将此疑问考一考文武百官。圣上有旨，宣谢瑶环上殿。谢瑶环，本宫今日召你上殿，就是要你当着满朝文武，把这宫中疑案的原委一一道来。遵旨，此案现已勘破，主犯只有一人，即前朝妃嫔甜美人。甜美人久居深宫，心性大变，听了蒋京的道姑妖言蛊惑，竟走火入魔，以为在满月之夜吸取少女之血，便可令时光倒转，白发转黑，再生红颜。再生红颜？红颜再生有何用啊？难道还想去与先帝那儿邀宠不成？甜美人假装有痛风之疾，伪装残躯，掩人耳目。其作案都是突然袭击，用丝带勒人颈项，并施以迷香，使被害者无力反抗，再吸食被害人的鲜血，最终将尸体伪装成自杀等各种假象，混淆视听。但天网恢恢，善恶有报。甜美人在最后一次作案时，自身心脉损伤，喷血而亡，视为天谴。众爱卿可都听明白了？臣等听明白了。两位主审官何在微臣在。微臣在。你们二位还有何话可说？回天后，天后英明果决，知人善任。那谢瑶环是有如神助，方能破此扑朔迷离之案呐。回天后，那道姑已全盘招供，此案确如谢瑶环所述，微臣没有话讲。好一个无话可讲！
难道诸位爱卿真的以为这桩桩凶案，主谋就是一个疯癫的老妇吗？如此祸乱后宫，为患本宫之肘腋，分明是逆党行径，幕后一定有操控之人。众爱卿以为如何呀？天后明察秋毫，臣深以为然。此案发于天后千秋圣诞之际，分明是居心叵测，意在搅扰圣宫，定是朝野逆党参与。哦，对对，所言极是。此一系列杀人案殊为诡异，李氏宗亲对天后嫌恨者大有人在，何况还有谋逆当诛的余孽，隐匿江湖。臣以为内宫之案只是冰山一角，暗中必隐藏着犯上作乱的惊天阴谋。怎么，本宫这朝堂之上，难道只有武承嗣、武攸暨2个朝臣吗？启奏，启奏天后。谢瑶环，你还有何事要讲？此宫中谜案，瑶环自始至终参与勘察，对其中因果缘由可谓一清二楚。那真凶田美人却已癫狂，其身受心魔意识，实难听命于他人，故诸位成功操控一说，实乃子虚乌有。大胆放肆！本宫待前朝宫人不薄，岁岁共赏，衣食无缺。那田美人缘何疯癫？究竟是真疯，还是假疯？天后，瑶环曾入沉香院，亲眼见到那前朝宫人的生存境况，实乃生不如死。你说什么？冷宫情况，感同身受。那里的人没有希望，没有未来，阳间不纳，地府不收，唯有暮鼓晨钟里，看着镜中的自己年华老去，直到红颜衰败，惨不忍睹。如此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他们都已心性大变，或痴呆木讷，或如田美人这般坠入魔障。天后明鉴，嗜血一案除了有道姑妖言蛊惑，并传递行凶之物，主犯只有田美人一个，任何人都不可能为了谋反去操纵一个失心疯的老妇。李氏宗亲贵为天皇贵胄，更不屑如此行径。住口！竟敢当庭为那些逆党开脱，该当何罪？天后，瑶环冒万死再进一言，此案与犯上谋乱实属毫不相干，恳请天后万万不可再行冤狱，捕风捉影，株连无辜。大胆！卫士何在？速将谢瑶环拿下！是。谢瑶环，你自恃聪明绝顶，可知本宫要如何处置你？天后，瑶环冒万死进言，触怒天威，但凭天后处置就是。本宫就成全你，万死就免了，赐你一死足矣。谢天后，瑶环就此拜别了。请天后降旨，将谢瑶环推出午门斩首，还是杖毙庭下？臣恳请天后刀下留人呐！这一次，我在你眼里看到了惊异，而不是幸灾乐祸。天后有旨，召回谢瑶环上殿问话。擅闯朝堂者，杀无赦。明儿，哎呀！徐有功，你为何对一曾经无礼于你的小女子出面讲情啊？前者是臣失察，臣实在是惭愧。谢瑶环不仅机智过人，且刚直不阿，此等人才实在是难得呀。臣恳请天后法外开恩。这么说，你很钦佩这个小女子了？臣敬佩之至。前者
眼拙失察，万分惭愧。众爱卿听听，徐大人竟会如此认错，倒是稀罕得很呐。退下。遵命。哎呀，坏了坏了，他们都出来了。那姚环姐呢？姚环没被押出来是好事，莫非事情有了转机？哎，你看看我，可不是吗？我都快急糊涂了我。但愿能平安度过此劫。谢姚环，本宫倒要问问你，何从容赴死，竟如此痛快，不向本宫哀告讨饶呢？回天后，如若哀告讨饶便可免死的话，那恐怕就没有获死之人了。哼，你这说法倒是十分有趣。那好，本宫就再给你次机会，临死之前还有何话可讲？姚环死不足惜，唯有一事相求。讲，恳请天后网开一面，释放此前被捉拿的嫌犯，那些虽有过错，但被无辜牵涉到本案中的一干人等，恳请天后降旨释放这些无辜者，以示天威。你死到临头了，却还顾念他人，这是为何？生而蒙冤，生有何患？死若坦然，死又何惧？姚环幼时曾与家人一同遭逢冤狱之苦，深感那冤狱之苦如不可超生的地狱，从此刻骨铭心，不忍这样的悲剧在他人身上再次重演。好，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呀！谢家女儿果然不俗，你的胆略和才华甚合我意。众爱卿以为如何呀？天后陛下，明鉴。谢姚环，本宫今日非但不治你的罪，还要给你重赏。谢姚环，还不赶快谢主隆恩？慢，说吧，你想要什么？本宫可以满足你最大的心愿。谢天后，姚环最大的心愿就是恳请天后准我去往关中一行，寻找失散多年的红豹小妹。关中，天后若能圆我寻亲之梦，姚环生生世世感激不尽。一旦寻到小妹，姚环一定会从关中回来，继续报效朝廷，以尽犬马之劳。天后陛下，昨夜关内道飞骑传来凶信，陛下为查明齐州江永昌自缢一案所派遣的钦差已被暗杀。据报，崔大人还未到齐州，是在潼关的馆驿之中被害。你是说关中？当年我和小妹就是在关中一带失散的。关中，好，本宫就如你所愿，准你去往关中一行。谢天后隆恩。且慢，本宫还有话没说完呢。你可否公私兼顾，作为我大唐派往关中的一名女钦差，破获一桩悬案？如此重任，不知姚环是否担当得起？平身吧。谢天后。能否胜任，这还是后话。先说你敢不敢接任这个赴齐州查案的钦差？本宫明明白白地告诉你，朝廷派去的2任钦差都在途中被杀了，你很有可能成为第3个被害者。去，或是不去，本宫容你3思。怎么姚环姐还不出来呢？这里面到底在讲什么呀？稍安勿躁，你这样干着急没有用的。这该死的秦明，让我上去看一眼也好啊！哼！回天后，微臣愿奉圣命去往齐州一行。为何不当即立决？莫非在生死攸关之际，你也犹豫？回天后，适才微臣稍作思考，为的是给天后一个深思熟虑的答复。讲来。求生未死，乃人之常情，微臣亦不能免。
你也怕死吗？是，臣也怕死，但更怕死得毫无价值，不能完成天后的使命，死而有憾。然事在人为，既知前途凶险，臣便可有备而去，置之死地而后生。臣不敢妄言，此行定能扫除关中迷雾，但情愿做一回问路之时，击破齐州那一潭死水。好，谢瑶环所言坦荡，毫无交情，甚合我意。传旨，谢瑶环擢升五品上宫，代本宫巡按关内荆棘两道，勘察齐州案情。朱月仙、唐敏随行相助，择日启程。钦此。姑母天后，姑母天后，姑母天后。你二位为何匆匆赶来？还有何事禀报？通通退下。是。这里并无外人，讲。侄儿不解，姑母为何要派一个不谙官场的小女子去做钦差？相帮的2个也是小女子，通通初出茅庐。姑母让他们去齐州汤内吃浑水，姑母怎么会放心呢？尔等有所不知，这正是本宫的打算。关中事态错综复杂，其扑朔迷离，超出常规，故不能按常规对治。本宫派出这不谙官场的女子作为巡案，就是要让对方摸不着头脑，自乱阵脚，方可现出原形。姑母这是要出奇制胜啊！女巡案是明招，我还有一步。末将谨记。天后陛下派谢瑶环等巡按关中，有些不放心，需要派一个信得过的人一同前往。本相就想起了你，你统领护军，随谢瑶环一同前往，明里护卫，暗中监视他的一切各方动向，监控各方，包括你保护的女钦差上任之后的所作所为。一旦发现徇私枉法、违规不轨之行，速派飞骑来报，不得延误。另外，天后陛下这里还有一道密旨，在紧急情况下可以便宜行事。这，秦明，天后密旨，秦明接旨。是。末将接旨。啊，秦将军，好好的办差，攻城之后，本相自有重赏。天后陛下的差遣，这个老女人又把我和那几个小女人拴在了一起。朝廷又派了个女巡案，我连夜启程，速速报与主公。慢着，一个女的敢独闯齐州？先查明随行人等都什么来路，再一并报与主公知道。好，就依大哥所言。速报金大人，第3任钦差乃是一名女子，姓谢，名瑶环，来自后宫，底细不明。此女起行在即，不日即可出潼关，望大人酌情自处，知名不惧。
姐姐想你想的流泪，想你想的心痛。现在，姐姐终于可以去找你了。10年了，即便找到我，姐姐还能认出我吗？只怕是对面不相识吧。妹妹，妹妹，你到底在哪儿啊？妹妹，你是我长大成人的玉珠妹妹吗？二位姐姐，二位姐姐，我们什么时候启程啊？明晨动身。这次齐州之行，护军统领是齐敏。什么？那个讨厌鬼啊！那这一路岂不要把人给烦死？我们换个别人好不好啊？天后钦点，岂能说换就换？敏儿，需以大局为重，不可率意任性。好，好，好，我以大局为重，我不跟那个冷面鬼计较就是了。唐副使，唐副使，唐副使，请留步。敏儿，叫你呢。哎呀，我都忘了，我现在是谢巡案的副使呢。给3位大人请安。哎，唐副使，奉裴公公之命，有请听松堂一叙。哎呀，这次你因祸得福，真可谓可喜可贺，谢天谢地，祖宗荫庇，让你如此风光。哎，但需记住，谦受益，慢招损呐。哎呦，好烦呢，又是这一套。你看，这种话，除了当叔叔的，谁还会告诉你呀？提起江参军这个案子，那还得从他的顶头上司前齐州刺史于昭德说起。于昭德结交太子图谋不轨，被查办后，还没等庭审，就死在牢里了。这个人怎么图谋不轨了？朝廷有不成文的禁忌，外臣和太子结交，那就叫谋逆。于昭德所获罪名不实，他远在齐州，如何结交太子？据臣所知，他只是和太子师有同乡之谊，谋逆之说实属牵强附会。这是你一人所见，还是众人所想啊？陛下明察，谋逆之罪如实证，恐难以令天下人心服口服啊！天后，于昭德谋逆，确有实证。讲。事关重大，容臣具表，面呈天后御览。之后就扯出了军粮的事，说于昭德为太子私募军粮10万担，以图谋反。受命押运军粮的就是江参军。我明白了，这个江参军也参与了谋反。现在能在这齐州道上呼风唤雨、兴风作浪，只有2个人，一个是官，现任刺史金大人。升堂！这个金大人是2榜出身，接替于昭德执掌齐州大印，是武尚书的门下，是武承嗣的亲信死党，一般人动他不得。一个是民，齐州豪强沙恒天啊，有才有势，脚踏黑白2道，敢与官府抗衡的豪绅。这个沙恒天乃是世袭的豪门大户，广泛结交朝野，齐州一带的赌场、钱庄多数都是沙家的字号。以沙恒天为首的关中帮，那是称霸一方啊！这一开始啊，那个土豪就贿赂官府，官商勾结，欺行霸市。这2人呢，就称兄道弟的赚些美心钱。可是后来呢，这金大人和沙恒天突然间就翻脸了。是分赃不均吗？哎呀，不是为了钱，是因为啊，有那么一个女子。就是因为啊，这神秘女子，导致了沙恒天和金大人反目成仇。可这女子究竟做了什么，详情就不得而知了。也许那女子什么也没有做，只因这格局中是玉女2男，
于是便生出许多爱恨嗔痴。我也是这么想的呀，这是最简单的推想。可事情似乎没有那么简单。我和月仙刚刚看过了密报，方知天后并不仅仅为理清江参军一案，因为同轨中还接到了对齐州官府和豪强种种不法的举报，才派钦差前往。阁下之处，还望你大人有大量，不要与我计较。哎，唐明，我就是这样，说话直来直往的，再次给你赔不是了。钦差大人走好。还姓秦的，你连句人话都不会说呀！哎呀，明儿这厮欺人太甚！我好不容易给他赔个不是，这厮他就是狗脸生，六月之霜，不理不睬，本姑娘才不吃这套呢！闪开你们！唐明，你干什么？姓秦的，亮出你的兵器！本姑娘今天要与你真枪真刀较量一回。秦明，亮出你的刀！我从来都不跟女人比。你到底和女人有什么深仇大恨啊？好，我今天就代表天下所有女子跟你好好较量。懦夫，为何还不拔刀？我从来不跟女人比武。哼，走着瞧！哼！禀报，告知前哨人马不必急着赶路，中速行进即可。得令，驾！我们还会回来吗？不要回头，忘掉身后的一切。从现在起，我们是西行路上的三公子。我们沿这条路向西，离开东都的第一站就是新安，途中先要经过铁门镇。哎，让我看看，齐州在哪儿？哎，这么看来，并不远嘛。从图上看是不远，看山跑死马。那让我来算一算，如果说我们马车日行100里的话，不是这样的算法。我们既然是微服私访，就不会一路乘车。如果遇到特殊情况，还会停下来。有什么特殊情况呀？宫墙之外是另一个世界，我们要见机行事，无法预料。哎，玉仙姐，哎，又忘了，叫朱兄。哦，朱兄，你刚才在想什么呀？想那些正在想我们的人。是啊，西行道上，恐怕正有人虎视眈眈地等着我们。谢瑶环，女。
话短说，我来此找一个人。我这宜春坊所有的人都听大人调遣，我只要一个，就是上次那个叫彩蝶的姑娘。彩蝶，庄主，金世昭刚刚派人送来一份厚礼。哼，此时给我送礼，定是别有用心。那，这是第3任钦差及随行人员名单。庄主不愧是手眼通天呐！哎，这第3任钦差还是个女的，怎么？莫非有怜香惜玉之心？嗨，我老汉一向以为刀下之鬼不分男女。说得好，无毒不丈夫，韩兄不愧为当世豪杰。哎，这朝廷的钦差还真是前仆后继啊！庄主作何打算呢？这件事，我关中帮是活生生被金老贼拖下水的。我看此事还是交给关中帮的人动手为好。金大人，您这个可是强人所难呐。怎么，我们上次合作的不是很好吗？上一次只是为了私募军粮做了伪证，而这一次却是要杀掉朝廷派来的钦差。哼，这钦差可正是为私募军粮一案而来。要知道，这案子直接牵涉到太子，而且已经被定为谋反，已然惊动了圣上。要查出有人作伪证，岂不是欺君之罪？如此说来，这位钦差是非死不可了。哎，庄主还是个聪明人，一点就透。至于这个女钦差，杀与不杀，什么时候杀，都由不得她金世昭。只怕她还会效仿上一次，冒充我们的人下手。前2任钦差丧命在先，那么这第3任势必会严加防范，或者有高手护送。这护军将领叫秦明。怎么，你认得此人？这个秦明，我们倒要查访查访。韩兄是怕他武艺高强，敌不过吗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这对付第3任钦差的事，就包在我老韩身上。莫非你与他有深仇大恨，要先下手除之？啊，此事说来话长，我和他，我徒弟来了，必有要事回报。韩师，进来回话。韩石拜见师傅，给沙庄主请安。不必多礼，说正事。我们要找的人有下落了，他叫彩蝶。金世昭派人假冒我们的人刺杀第2任钦差的时候，这个叫彩蝶的歌妓就在当场。此女现在何处？必须尽快找到她，一定不能让金老贼抢先灭口。彩蝶她真不在这儿，不信您随便搜。祖师爷，我的衣服留在外面了。哎，您快走。来人呐！在。杀恒天的人，跟上，看看他们是不是奔宜春坊去了。是。不要喊，别人听见就完了。我现在慢慢松开手，你不要叫，听到没有？彩蝶，你突然不辞而别，怎么突然又跑回来了？我本来以为躲几天就没事了，谁知道他们还不肯放过我。哎，对了，官府的人为什么要找你啊？刚才来的是官府的人。既然官府这拨人来了，那沙庄主那边肯定也快来了。不行，我得赶紧逃走。哎，到底是为什么呀？快点！到了宜春坊，先把前后门封住，然后仔细搜，找到一个叫彩蝶的，庄主有重赏。哎，你真看见了？说了半天，到底是谁杀了钦差大人？你真想知道？你要是知道了，就会和我一样，恐怕得被人杀人灭口。别说了，那我不听。巧儿，你还没把钱借给我呢。我要是把钱借给你，你真的死了，那我的钱……巧儿，快搜！是。
哎呦，这位爷有话好说。我没空给你牵扯，走开！不就找人吗？来，过来。哪个是彩蝶？又是找彩蝶的。你刚说什么？之前有人来找彩蝶，什么人？是金府的师爷。把彩蝶带走了？没有。你把彩蝶藏在哪儿了？这个冤死我了！彩蝶不知道上哪儿去了，我还想找她呢。站住！放开我！哎，别动！走！走！抓住！走！把她带走！哎，错了，她不是彩蝶。怎么回事？我等一进后堂，这女子神色慌张，掉头就跑。这不明摆着，知道要抓她。给我搜！走！哎呦，爷，求求您了，求求您了！薛豹，怎么？这钦差大人的车你还没坐习惯？看见秦将军了没有？秦将军有令，让我带队前行。你知道他干嘛去了吗？你问我，我又问谁？姚环姐，谢兄、周兄，咱们能不能赶快赶路？像这般速度，明天也赶不到齐州。看，明儿就是星期。走走停停自有道理。我们身居宫闱，对于这世态民情全然不知。如果就这样贸然地前往齐州，只怕我等是难当重任，不但破不了案子，恐怕我们还要重蹈前2任钦差的覆辙。你们不要自己人吓自己人好不好啊？汤先帝，你就耐着性子跟着2位兄长走走停停吧，看看这市井风情，多一些历练，好为我们到齐州干大事做准备。我们到底在找什么呀？2位姐姐，你们可以明白的告诉我吗？总之是一些不同寻常的痕迹，或者正常情况下不应该有的东西，比如我在芊芊床帐里找到的白发。看这里，你们看这里，好像曾被杂乱的脚步践踏过。难道这里曾经发生过短暂的搏斗？但此处与当时的死者还有一段距离。是啊，他们当时发现死者的地方离这里还有一大段距离呢。但你们别忘了，凶手有挪动尸体的习惯，很有可能杀人与抛尸不在同一个地点。我们扩大范围，细细的找找，看能否有新的发现。好，我们赶快找。你们看，丝带。没错，又是那奇异的香氛。第一次在芊芊床帐内我闻到的，第2次在凉亭附近，第3次在杀人现场。没错的，是同一种异香。我们终于有所收获，这次不仅是气味，还有了实物。可是你们看，这上面绣的花，不会是女人落下的吧？摸起来，此物十分的坚韧，说不定是一件作案工具。你是说拿这个丝带取了人的脖子？等等，这上面的绣样很眼熟，我好像在哪里见过。有了，跟我来。你们看，这画中人的衣饰上也有着同样花纹的丝带。这丝带还真是一样啊。可这画中女子又是谁啊？为什么会闭着眼睛呢？
啊，丫鬟，我记起来了，早在宫中凶案出发之时，你就对我提起过这幅画，但不解画中人为什么双目闭合。这画像又是如何到你手中的？说来实属巧合，似乎是天意。有了这条丝带，我们离真相又近了一步。可是无缘无故多了一张闭着眼睛的画，我的思绪怎么更乱了呀？陈上仪，进来可好？快请坐。上仪身体不适，我等本不该前来打扰。可是你千万别这么说，你们奉旨查案，我理当予以协助。只可惜，我没有你们的胆量和智慧，再加上体弱多病，不必过谦。陈上仪久居深宫，阅历丰富，眼下正有一事可为我们解惑。上仪请看，可认得此物？这丝带，这丝带你可曾见过？这丝带的样式和花色，都是前朝时兴过的，而今宫中已无人再用。如此说来，这丝带的主人并非今人，已然作古了。难道宫中真的有前朝的鬼魂啊？难不成这些离奇的凶案都是鬼魅作祟？这丝带的样式和花色都是前朝时兴过的，而今宫中已无人再用。线索就此中断，这是在现场找到的唯一线索。而你又是谁？那一晚风吹书夜，你显现在我面前，也正是宫中一连串凶案开始的前夜。这是巧合，还是冥冥中的安排？这位前朝美人，莫非这天大的秘密就在你紧闭的双眼中？不，我不相信什么鬼魅作祟，只有人才能够杀人，但此人行事凶险诡谲，定有一颗恶魔之心。那是谁？自从太平公主号称在道观出家，便朝有宫眷请道士进宫来说法。这位公公，此处我来过几番，已是熟门熟路了，就不劳公公引领，我自行前去便是。那哪行啊？您认路归认路，这宫里的规矩可不能省。贫道多罪了，善哉善哉。方才这一道姑虽未看清楚面目，但我观其举止浮躁，形状猥琐，实在不像个得道之人。哎，玉琴姐姐，你刚才说太平公主出家是怎么一回事啊？还不是因为突厥使臣来求亲，太平公主不愿意出嫁，便躲进道观住了些时日。哎，丫鬟，你刚才要说什么？啊，没什么，只是些稍纵即逝的念头。又让我插段话了。我怎么老是没用，每次都帮不上忙，还帮倒忙。到了，你自己进去吧。有劳了。这一连串的凶案应该有一个目的，但这个目的究竟是什么呢？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哎呀，二位姐姐，大事不好了！又有宫女被害？不是，是那两个昏官以上表奏请结案，要将一干人犯3日后午门砍头。哎呀，砍头啊！就是日后我们查明真凶，他们的脑袋也再找不回来了。阿弥陀佛！我叔叔还要我早日回教房，说怕丢了教习的位子。事到如今，还查什么查？散伙算了。散伙倒是容易，但我们姐妹又有谁能心安理得？可眼下真凶踪迹难寻，我们又能怎么样呢？哎呀，就是气死急死，憋死我了！这么多个死，怎么单单少了一个拼死一搏呢？拼？你不会武功还想劫法场啊？对，就是要劫法场。可是你连刀都没有摸过呀。这就是刀，他们上表，我们也上表，恳请天后宽限10日，
容我等能够查明真凶，绝不能牵连无故，铸成冤狱。一桩案子2份奏报截然不同，形同水火。众爱卿可各抒己见，替本宫裁夺。臣启天后，我等奉旨查案，据实呈报，不敢有误。天后，凶犯皆已化供认罪，绝无半点冤情。谢瑶环孤陋寡闻，不谙行事，所言皆是潜质虚妄，不可取信，望天后明察。庭审之时，谢瑶环等在后堂听得明明白白，而今所奏纯属无事生非，扰乱圣听，理应治罪。哦，本宫命他3人与你等一同查案，审案时他们却退居后堂，这是为何？这个讲。只因他们是脂粉女流，女人就不能登临前堂？公堂乃是法度威严所在，这女人就没有威严吗？尔等对天后派遣之人不公，就是对天后的大不敬。我们就在这里等，很快就会有消息。天后会召见我们吗？也许是直接降罪。降罪？是啊，我们和朝廷命官分庭抗礼，等于在老虎的嘴上拔胡子，要准备好承担风险。这有什么大不了的？最多接着坐牢呗，反倒省心了。这么点小事，都不能跟本宫直言吗？来得好快呀！莫非你等已早在殿外等候？天后明鉴，事关数十条人命，臣女已在殿外候旨多时。难得你一片悲天悯人之心呢，但切不可因此而主观臆断。臣女不敢。表呈所奏之词，皆有凭有据，望天后明鉴。也罢，本宫就准你等所奏，人犯暂不处斩。待你等另行勘查，继续破解此案，缉拿真凶。谢天后。且慢，臣恳请天后限定时日，此案不可日久拖延。你这混，你凭什么给我们限日子啊？天后陛下都没给我们限日子呢。不知徐大人要限期几天？限你3天。不够，不够！案情重大，不可拖延。不知3日之期从何而来？难道徐大人你3日之内就能结案吗？是啊，给你3天试试，你行我们就行。此案已然审明，无需复查。大人，你可敢担保此案确已审明，无半点误判吗？这天后都没让我担保啊。徐有功，你还没接着小女子的招呢，限你3日查案，如何？天后，这3天不够啊。臣不能。徐大人都说3日不够啊，本宫就给尔等半月之期。遵旨，臣等将尽力而为，届时定不负天后厚望。
退朝。小小女官竟敢如此羞辱朝廷大员，真是闻所未闻。他竟让老夫在3天之内复查此案，妇人之心何其毒也！喂，谁何其毒也啊？明明是你先说3日的，这么快就忘了？敏儿，3天之期已改成半月，莫要得理不让人。这话更气人，好像他得了理。岂有此理！我发现他们一个个不但糊涂，还小肚鸡肠。放肆！羞辱朝廷重臣，该当何罪？徐大人不必屈尊做小儿女口舌之争。他日案情水落石出，我必然会给大人一个交代。我等若有错失，再一并治罪也不迟。好，那就看你们有什么能耐，能在半个月之内把铁案翻过来。哼，走着瞧，等着看姑娘们的本事吧。你休得猖狂！若是劳而无功，可知是何下场？多谢提点，姚环不敢懈怠。各位大人，稍安勿躁，静待这半月时光吧。这些昏官呐，都该挨板子，杀头都不过分。好了，何必跟他们计较？我们回去查案要紧。是啊，半月之期延误不得，须得日以继夜才行。那我们半个月抓不住凶手，那岂不是被这些昏官笑话？他们看笑话倒不要紧，天后会降罪的。天后降罪倒不要紧，但那些无辜的嫌犯就要人头落地了。半个月，我们能抓住真凶吗？哎呦，我这心里面开始打鼓了。快走吧，回去背水一战，咱们3个加在一起，比起那些须眉昏官强100倍。参见公主。萧环，你今日很风光啊。不敢，拜天后所赐。哎，我们是招他还是惹他了呀？管他呢，唐敏，我们走，走。你怎么还不明白？我问你宫里有没有存放老古董的库房？因为本姑娘刚刚想到，可能有活人偷了死人的东西去作案，冒充死人迷惑活人。什么死人活人，活人死人的，我更绕不过弯来了。你怎么这么笨呢？我是问你，这宫里哪能找到前朝宫人用过的旧丝带？哎，前朝的丝带啊？啊，不知道，但我知道这宫里有几个前朝的人。啊，你说什么？嘿，你初来乍到啊，有所不知，这宫里的西南角啊有一个沉香院，
平日里谁都不往那边去，僻静的很。哎呀，那地方都快被人给遗忘了。嘿嘿，我今儿要不告诉你啊，恐怕没人会对你说。哎呀，你别那么啰嗦，紧要紧的说。这沉香院是个什么地方啊？说白了，就是一个冷宫。在这个冷宫里头呢，住着几个前朝的老嫔妃。我跟你说啊，前朝贵人听旨，传天后陛下口谕：近日各方朝圣送来诸多贡品，朕特派人送来一些与你等品尝，钦此。各位，天后陛下顾念旧情，没有忘了你们，赶快谢恩吧。臣妾谢恩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怎么样了？那两个昏官有没有让你们去劳虑问案呢？昏官到底是昏官啊！自从抓了那些嫌疑人之后，凑巧又没有发生新的凶案，他们便更加认定是抓对了人，根本不会理会我们的要求。估计正忙着寻求李氏皇族的幕后主使呢。这宫里才太平了几天，就让那两个昏官有了说辞。可这表面上的平静只是暂时的。怎么说呀？我和月仙又发现了之前被忽略的一点：所有凶案都发生在月圆前后的几天。在芊芊死后，也曾有过一段平静，直到下一个月圆。眼前的平静，只是因为下一个月圆之夜还没有到来。凶手的行径一次比一次诡异，嗜血一次比一次疯狂。不知这下一次，我们必须要阻止这更加疯狂的下一次。离下次月圆还有多少天呢？天后给我们的期限还来得及吗？我算过了，下一个月圆之夜正是半月之期的最后一天。可我们手中的唯一物证，只是那条前朝的旧丝带。哦，那条丝带啊。没什么，我脑袋没有你们好使，我不乱插嘴了。其实还有另一件物证，但是分量不够，难以为凭，就是那根白发，我在芊芊帐内找到的白发。就是这里了，这里住着几个前朝的老嫔妃，只有这里才能找到旧花色的丝带。我要夜探冷宫，一看究竟。这想必是锁住的，那我就翻墙进去吧。丝带果然是杀人的丝带。哎呀妈呀！你们两个也被那个怪物勒死了，是我一个人来冒险的，也没有带你们两个呀。你呀，总算是醒过来了。阿弥陀佛，原来是你们啊！是你们救了我。是你命不该绝，要是再晚来一步，咱们可就阴阳两隔了。那你们刚才一定看到那个？我们只看到了一个远去的黑影，那黑影定是发觉我们走近，所以才放过了。快说说刚才究竟发生什么事？哎呀，别提了。我本来是想找那根丝带的出处，哎，不过也没白来啊。那根丝带自动找上我，还突然把我勒住了。也就是你，这个时候还能说笑话？我没有说笑，我讲的是真的。本姑娘今天在阴沟里翻船，就是因为那迷香。迷香？我刚。
哦，我终于明白了，之前那些死者都是因为中了迷香，所以才丧失了反抗能力的。你是否看清了那凶手的真面目？这个还真不好说。我当时啊，一脚都跨进鬼门关了，我也不知道自己看的是真的还是幻觉。那你回忆一下自己当时看到了什么？蒙着黑衣斗篷，鬼魅一般的丑脸，张着大嘴奔我而来。哎呦，这怎么那么疼啊？又是这爪痕。那你现在仔细的回想一下，凭你的感觉，这个袭击你的凶徒究竟是男是女？这干什么呢？站住！没事瞎咋呼什么呀？啊，有事跑到哪儿去了呀？啊，又出事了。没事，我们随便出来走走。哎，你们3位没事赶紧回去吧。这个凶案未结，这么老大的宫院，我们几个也看不过来呀。我们回去吧，只等明日天一亮，我们就找个由头，名正言顺的进入那冷宫探查。哎，可是我有一事不明，为什么刚才我在危塞待息的时候，你们2个会出现呢？那你先回答我，为什么要单枪匹马瞒着我们夜探冷宫呢？我只是想立一件奇功，报答2位姐姐牢狱救命之恩，可是没有想到又欠你们一个天大的恩情。其实姚环已从那条旧丝带联想到这沉香院冷宫，是怕有人性急，所以才没有当面提及。哦，你们早就知道了。我还说呢，我终于聪明了一回，原来还是个马后炮。等等，2位姐姐，咱们可事先说好了，等一下如果遇上凶悍的歹徒，一定要让我出插在前面。汤米我闻的不行，武功那可相当了得。那你进去之后切不可鲁莽，要见机行事，要慎言，不可随意开口。知道了。嬷嬷，劳烦通报一声，谢瑶环等3女士特来拜望前朝贵人。你们看到没有？她头上有一缕白发。难道这就是我要逐个甄别的杀人嫌犯？我还以为会遇到凶悍之徒，可这些人，他们一只脚已经迈进棺材了。我等特来拜见前朝贵人，恭祝各位娘娘宜安。这些老主子们大多都耳朵聋，3位好心的姑娘来看你们啦。我等愿奉陪前辈坐以论道，共舞禅机。看来我们不必再提什么讲经论道了，他们不需要，他们的感知已经推到了统治之年。他们这是要干什么呀？时下的这新来的人儿啊，跟鲜花似的。想当年，我也目若朗星，肌肤胜雪，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儿喽。太近了。哎呀，这里好像一点人气都没有啊。我觉得有一双眼睛正偷偷地看着我们。请3位用茶。有劳嬷嬷。难道这宫里上下所有的事务都是由嬷嬷您一人打理吗？是的，这里的老主子们倒好伺候，有我一个人管事就够了。哎，刚才就是他从里面看我们呢。
这里似乎只有他一个是正常人。嗯，好像只有他一个是能够袭击我的。请问，在此沉香院中，是否还有我们没有见过的人？这后面还有人呢。这位田美人近日犯了痛风病，腿脚不便，惯常夜间不睡，白日不起。今天也不知是怎么了。我又闻到了那奇异的香氛。听你这般的言语不敬，他竟不生气嗔怪吗？不妨事，旁人讲话他根本不着耳朵听，也就是青云观的道姑来了，他这才……镜子？什么？镜子，看我镜中的影像，是多么清纯亮丽，貌美如花。他把姚环当成了自己的镜中之相啊！那他比刚才那些还要痴傻，简直就是疯癫。两面镜子，他怎么了？这么多镜子，到底哪一个是镜中的我呀？田美人，我想让你看一样东西。你看，他都这个样子了，还会正经说话吗？这画上的美人，这画上的美人，不就是我吗？这就是我，就是我，是我呀！这怎么会是你呢？尔等不信，我信。我相信，这画中人就是前辈当年的风采。但是为什么前辈您要紧闭双眼，一名不视呢？深宫无日月，午夜梦回，不知今夕是何年。贤弟，你在哪儿啊？贤弟，你在哪儿啊？臣妾，臣妾，臣妾见驾。他为什么风言风语的？前辈，为什么要在画中紧闭双目？莫非前辈你是不想看？你不想看到什么？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！镜子，镜子，镜子。我不愿，我不愿镜中美人年华老去，红颜变白发。告辞，我们走。不要走，不要走，不要走！不要走，不要走！不要走！哎呀天哪，吓死我了！这宫里面居然还有这种鬼地方！人生苦短，转眼就是100年。今日这些衰迈老妇，昨日又何尝不是同你我一样？是啊，他们都曾青春韶华，如你如我，但红颜白发只在弹指一挥间，人生悲哀尽在于此了。天哪，我们今后不会也变成这个鬼样子吧？走吧，在变成那样之前，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呢。哎，找到白头发老巫有什么用啊？还不是徒劳无功。此行不虚，那个作案的元凶终于找到了，就是田美人。啊，那个癫狂错乱的老妇，不是王妹妹呀？我看只有她年轻力壮呀。姐姐，你凭什么说是田美人呢？香气，那股飘散在发案现场的，以及附在杀人丝带上的香气，我在田美人身上找到了根源，她就是奇异香氛的宿主，还有那满头白发。可记得昨夜在你身上找到的白色发丝？难道昨天晚上差点要我命的是那个病病歪歪的老妇人？切，这说给谁谁也不相信啊！也许在昨夜的搏斗中，她受了伤，我也把她给弄伤了。这话我爱听。田美人刚才站起的那一刻，似乎痛楚不知，难道是伪装出来的？若真是举步维艰，又怎能杀人来去自如呢？
甜美人既然有迷香那样的义务，那么伺机迷倒小宫女应该不难办到。但有一点，她要这么做必有缘由，而且她需要帮手，得有人协助才行。哎，那你有什么可疑之处啊？看那道姑的年纪，应该是修行日久，嗯，但此人却情态猥琐，没有半点仙风道骨之相。岂止是猥琐，此人刚才曾偷窥了我们一眼，那眼神竟有几分阴毒。况且他怀中还揣有异物，那一定是凶器，肯定是匕首。那气味似乎是……哦，那就是迷香。让我手软脚软的迷香，要真是迷香的话，你我早就骨软筋麻了。哦，真人至妙，若有若无，仿佛太渊乍沉乍浮，进退分步，各受境遇。老翁负丁壮，奇遇成差女。你给我这东西是越来越不好用，实在是不尽兴啊。贵人近来功力大增，自然是不过瘾了。老身今日给贵人带来了一件十分好用的东西。慢，待老身走后再看不迟。我抓到你了！你晚上敢来这儿吗？怎么不敢？那我们打个赌，我在这儿藏一个荷包，看你晚上敢不敢来取啊？赌就赌，我要是取走荷包，你们就输了，一言为定。快别玩了，刘总回来了。快走，快走！我想每次都是这样，凶手作案前总要先暗中窥探，寻找下手的目标和地点，届时秘密前来，突然袭击。那么他究竟是一人作案，还是有帮凶协同？这个谜底很快便会揭晓。这真凶要是再拿不了，报，禀公公，朱月仙、谢瑶环求见。哎呀，他俩来了，你说，哎呀！我说你们呐，你就不要再给我添乱了，好不好？这不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吗？哎呀，叔叔，你怕什么呀？你无非就是借几个手下给我们，这有什么呀？叔叔，来，走。今非昔比，如今我三人奉旨查案，公公名正言顺，施以援手，顺理成章。是啊，我们是奉旨办案的，那些昏官抓的是替死鬼，我们抓的是真正的凶手。我推测，那真凶将在月圆之夜再度出来作祟，而这月圆之夜就在今晚。今晚，天后给你们的限期明天就要到了。今晚要是再抓不到真凶，你们自己把自己绑了，领罪去吧。可那是明天的事啊。那你们今天晚上就不要连累我了吗？公公您自始至终总是怕受牵连，可您不妨回头去好好想一想，我们哪一回真正连累过您呢？哎呀，是啊，叔叔，没一次真正连累到您啊。哎，公公，我帮你想想。说对了，他们在牢里写的那封信，对，不对啊？那封信非但没把您给害了，反倒把您给救了。蠢材，提这个干嘛？不是，
你们以前虽然没那个什么，但是你们是不是想积攒到一块儿，陷害我们一回大的呀？还真有这个可能啊！啊！真凶若不现身，是我们的错；但若凶手现行，却没有抓到，那您可就难辞其咎了。请公公增派人手，为的就是多处埋伏，万无一失啊。还有一处目的，那真凶并非是多么强悍，难以制服，但其行事诡异，令人难以置信，因此现场必须要多一些目击证人。可那个真凶到底在哪儿啊？今夜便见分晓。你们分头埋伏，不论看到什么都不可声张，要静观其变。切记，没有我的号令，谁也不准贸然行事，听到了吗？哎，是的。